虽然官方媒体还在唱稳中向好的高调，但数据可不会说谎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吧。刚刚公布的第三季度 GDP 数据简直让人大跌眼镜，增速从二季度的 4.7% 跌到了 4.6%， 这下连官方都藏不住颓势了。虽然靠着一季度那个 5.3% 的开门红硬拉，1至9月份平均还能有个 4.8% 的增速，但是离年初定下的 5% 全年目标还差着老远呢。而且大家想想，现在离年底也就2个多月了，就这么点时间，怎么可能突然暴涨到 5%？ 除非官方又要玩数字游戏了。最让我瞠目结舌的是9月份的失业率数据。官方统计说，9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.1%， 比8月还低了 0.2个百分点。31个大城市的失业率也只有 5.1%， 比上月降了 0.3个百分点。我看到这数据差点没笑出声来。这是在跟谁开玩笑呢？现在网上到处都是企业裁员、降薪的消息，大学生被毕业的事情天天在发生。怎么到了官方统计这里，失业率反而还下降了？这不禁让我想起最近一个有意思的新闻。有关部门准备花大价钱搞一个全国性调查，要了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生、不敢生。他们要抽取150个县、1500个社区，调查3万人。我就纳了闷了，难道真的有人不知道为什么年轻人不敢生吗？工作都找不到，房子买不起，哪来的勇气生孩子？非得花这么多钱搞个调查才能明白。更糟糕的是，就在这2天，6大国有银行又一次下调了存款利率。这次降幅之大，简直让人心惊。1年期存款利率已经跌到了可怜的 1.1%， 活期存款更是早就变成了零利率。大家想想看， 1.1% 是什么概念？如果通货膨胀率超过这个数字，你的存款实际上就在贬值了。而且现在你根本找不到任何 2% 以上利率的存款了。你的钱放在银行里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越来越不值钱。与此同时，印钞机可是一刻都没闲着。最新数据显示，到2024年3月，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已经突破了300万亿元的历史新高。仅仅过去2年就新增了56万亿元，相当于过去60多年印钱总和的 20%， 这是多么疯狂的一个数字啊！现在摆在普通储户面前的是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，一方面印钞机疯狂运转，让你手里的钱不断贬值；另一方面，银行存款利率持续走低，连通胀都跑不赢。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双重打击吗？你的钱不仅在变少，而且购买力还在不断下降。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现在似乎有一股神秘力量在想方设法把大家的存款赶出银行。不是说要证明钱的来源，就是要设置存款门槛。银行吸收存款不是应该是最正常不过的业务吗？怎么现在反而不喜欢存款了，只想放贷款？其实背后的逻辑很简单，国家希望你把钱拿出来花掉，或者去投资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问题是，钱都堵在银行里出不来，钱不流动，经济就不可能增长，所以必须想办法让钱重新流通起来。按照正常的经济逻辑，印出来的钱应该去投资或者消费，对吧？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从2023年开始，一切经济逻辑都不走寻常路了。老百姓不愿意投资，不敢消费，更不想买房了。银行的钱就这么堵在那里，根本流不出去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各种政策都在想方设法让你把钱拿出来。不管是去消费，还是去炒股，只要别放在银行里睡大觉就行。说到把钱拿出来，最近 A 股的火爆行情可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自从9月24日潘行长放出5000亿大招以来，股市简直成了一块磁铁，
吸引了无数新股民蜂拥而入。截至10月7日 ，A 股总市值已经飙升到了85万亿元，比2015年那轮疯牛时期的71万亿还要高出14万亿。这个数字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更疯狂的是，很多新股民连开户都等不及了。据东吴证券透露，国庆7天假期的预约开户量竟然是9月30日当天开户量的3至4倍，比行情启动前的日均开户量更是暴增了20倍。这阵势简直比春运抢票还疯狂。看到这么多韭菜主动送上门，连券商都慌了。10月8日开始第一天，多家券商纷纷给新股民发公开信，言辞恳切地提醒行情是好，但也别太莽撞啊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波新入场的股民可不是冲着赚钱去的，他们喊出的口号是赌国运，这种豪迈的气势让人不禁想起了当年炒股不炒房的壮烈情怀。但是大家可别忘了 A 股的铁律天下三分，熊二牛一，八亏一平一赢，政策是才是硬道理。这些残酷的现实，不知道有多少新股民真正了解。回顾 A 股的历史，每一轮大起大落都逃不开政策刺激、政策刹车、政策救市的魔咒。从2001年的股灾到2015年的暴跌，哪次不是这个套路？就拿2001年来说吧，当时国资进场，把总市值从1999年的2.6万亿元一口气推到了2000年的4.8万亿元。结果呢，2001年6月12日，国务院一纸文件宣布要减持国有股，筹集社保资金。2天后，股指就从2245点的高位开始暴跌，一直跌到2005年6月的998点，惨不忍睹。有人说，既然 A 股是政策市，那我们只要懂政策不就行了吗？可惜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且不说政策本身就晦涩难懂，光是那些言外之意就够普通投资者喝一壶的了。你看，连专门吃这碗饭的专家学者都经常翻车，咱们普通股民又怎么可能真正懂得了政策呢？所以大多数股民其实不是懂政策，而是信政策。这种坚定的政策信仰成了很多人死守 A 股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。说到底，要在 A 股里多年生长，最重要的就是练就一身过硬的韭菜功夫。首先是善忘，今天被割得鲜血淋漓，明天就能忘得一干二净。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本事，在 A 股简直是必备技能。其次是自信，永远相信优势在我，哪怕已经亏得只剩下裤衩。这种近乎盲目的自信，让无数股民在一次次惨败后依然能够东山再起。最后是想象力，全球经济、国际形势，甚至中美对抗下大棋，都能成为你亏钱的借口。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不仅能让你在亏钱时保持乐观，还能在股友圈里畅聊国际大事，俨然一副股神的派头。这种奇特的思维方式，不仅能让你在亏钱时保持乐观，还能在股友圈里畅聊国际大事，俨然一副股神的派头。有人说 A 股投机性太强，很不成熟。但是换个角度看， A 股可能是全世界最成熟的不成熟市场了。你想啊，哪里还能找到第二个这样的市场？投资者明明在不断亏钱，却依然前赴后继，政策式的潮起潮落，运作的如此行云流水。股民们有着优势在我的高度自信，同时又能甘愿愿赌服输。这种高度匹配的生态系统，不正是一种独特的成熟吗？看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对 A 股的游戏规则已经有了更深的认识。但是，即便知道这些，还是有无数人义无反顾地冲进股市。就在这个金秋10月，又一批喊着赌国运的新股民跑步入场。这是不是意味着新一轮的韭菜收割季已经悄然开始？无论如何， A 股这个世界最大的赌场永远不缺少玩家。或许正是这种永不言弃的韭菜精神，
才是支撑 A 股一次次起死回生的真正动力吧。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，你会把钱拿出来吗？还是会继续紧紧攥在手里？这个问题，恐怕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吧。但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有一点是确定的：2024年的中国经济注定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。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做的，可能就是在这场大戏中保全自己，尽量不要成为被收割的对象。好了，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别忘了点赞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